1956年，老照片里，上海的一群资本家端坐在长桌旁，笑得像刚中了头彩。那是公私合营的年代，他们自愿把企业交给国家，笑容背后是命运已不属于自己。69年过去，历史像开了个黑色玩笑。2025年8月10日，中国央行正式确认蚂蚁集团完成解除马云控制权，马云自愿放弃。那一刻，我几乎能在脑海里把马云的脸和那张泛黄老照片里的笑脸一一对照。有人说这叫创始人的觉悟，可我更愿意叫一个时代的终结。马云的这一步，外界解读成和平交接，但大家都明白，这是一次新版公私合营。只是当年的公私合营是要工业机器、纺织厂，如今要的是你的数据、你的金融命脉、你的现金流。还记得他当年的那句玩笑吗？如果有一天政府要我捐淘宝，我一定捐。台下一片哄笑。他又补了一句：政府要我捐淘宝，我敢不捐吗？台下鸦雀无声。一语成谶。从蚂蚁金服到蚂蚁金服，不过短短几年。2020年10月，蚂蚁金服的 IPO 已经进入港交所与上交所双料上市的倒计时，37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足以刷新全球纪录。就在所有人等待开盘那天，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上炮轰银行当铺思想，点名监管僵化。仅几周后， IPO 被紧急叫停，理由是监管环境变化。紧接着，阿里巴巴被以市场垄断为由，罚款182.28亿元人民币，创下中国反垄断罚单历史之最。蚂蚁集团被要求全面重组，关停相互保，切割与阿里的股权管理层关联，调整花呗、借呗等消费信贷产品额度与利率，大幅降低资本杠杆，引入国资股东。2022年底，杭州国资背景的杭金数科出资18.5亿元，拿下蚂蚁消费金融公司10%股份，直接成为第二大股东。到2023年1月，马云的投票权从53.46%锐减至6.208%，正式失去对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权。那一刻起，蚂蚁集团在工商登记上就已经是无实际控制人。可是，真正的控制权从来不在工商登记上，而是在权力允许你拥有多少自由度。2020年，蚂蚁集团估值一度高达2.1万亿元人民币。3年后，2023年回购股份时，估值仅剩约5671亿元，缩水73%。同一时期，蚂蚁集团被迫退出媒体和文化领域的投资，卖掉财新传媒股权，卖掉36氪股份，撤出芒果超媒等文娱项目。作为企业家思想学府的湖畔大学，2021年也改名为浙江湖畔创业研学中心，从精英企业家俱乐部变成了官方口径下的培训机构。阿里旗下的达摩院也陆续砍掉量子计算、自动驾驶等前沿科研计划。这一切让人想起一句讽刺的话：在中国，你可以很有钱，但不能很有权；你可以做企业家，但不能做社会意见领袖。过去5年，中国国家领导人主推国进民退、国企扩张、民企收缩。马云的故事只是最刺眼的样本。许家印当年对着镜头说：“我的2万亿资产随时献给国家。”结果恒大暴雷，资产蒸发，国家也没接盘。马云说：“如果需要，可以把支付宝交给国家。”结果国家真的接了。这不是笑话，而是政策逻辑。民企要交出对命脉业务的控制权，关键领域必须由国家资本掌握。你的企业不是你的，是国家的，只是你帮忙打理一段时间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的民营经济景气指数持续走低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4.2%，连续第3个季度下滑。
与此同时，央企和国企的投资却逆势增长 6.8%， 在能源、基础设施、金融等领域不断扩张。这就是现实，蛋糕不变，国企多吃一口，民企就少一口。外界有一种说法，马云是自愿放弃蚂蚁集团的控制权。可是，在中国当前体制下，自愿二字往往带着沉甸甸的分量。这是蚂蚁集团为了生存所做的必然选择。北京方面要求国家意志与监管力量的绝对权威，任何商业实体，无论你多么庞大、多么创新，最终都必须向政治权力低头。马云的命运就是中国民企老板的命运缩影。马云曾经是阿里巴巴的精神旗帜，是中国互联网的符号。如今，他成了一个被历史标签化的案例。资本做大道，足以影响社会舆论。政府出手敲打，企业重组，引入国资，创始人退场，掌舵全归零。从阿里巴巴到蚂蚁金服，从全球舞台到隐退海外，马云这条路走得快，也被切得干净。马云放弃蚂蚁控制权的消息不是第一次出现，但今年8月的这轮翻炒，恰好与北戴河会议时间重合，一个中国高层闭门谈判、暗流汹涌的夏季政治秀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这不是单纯的财经新闻，而是派系博弈的副产品。马云的政治关系网很复杂，但在权力斗争中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筹码。马云的控制权被彻底剥离，象征着一种态度：在国家核心利益和数据主权面前，任何派系关系都可以被抛弃。这不仅仅是蚂蚁集团的问题，而是北京方面在向所有民企老板传递一个信号：你的安全感只取决于你有多顺从。为什么蚂蚁集团必须被收编？因为它的核心资产不是支付牌照，不是投资组合，而是数据。截至2023年底，支付宝用户超过12亿，覆盖中国80%以上的成年人。它掌握着消费数据、信用评估、资金流动记录、小额贷款行为轨迹。这不仅是商业信息，更是政治安全问题。对北京方面而言，这种级别的数据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，就是不稳定因素。在2024年出台的《金融数据安全管理办法》试行中，明确要求金融数据的处理、传输和存储必须在境内完成，并接受监管部门实时审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数据必须由国家握在手里。蚂蚁的去马云化，实际上是一次数据主权的收回。马云的退场并没有换来民营经济的春天，恰恰相反，它像一阵冷风，把整个市场冻得更僵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民营经济遭遇了3重打击：一、融资难，银行收紧贷款门槛，民企贷款利率平均比国企高出 1.8个百分点；二、订单少，出口受欧美关税与供应链重组影响，东南沿海民企外贸订单同比减少 21%；三、监管密，地方政府在税收、环保、数据合规等领域全面加码，合规成本飙升。结果就是更多老板学会了一个字：糖。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一季度民企新注册数量同比下降 14.6%，这是近10年来罕见的负增长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马云自愿交出控制权，不是觉悟，而是求生本能。公私合营的故事，中国历史已经演过一遍。1956年，全国34万家私营工商业全部被改为公私合营，资本家领到一份定息，表面风光，实则被彻底剥离了经营权。那张老照片里的笑脸，后来成了政治教科书上的合作典范，却很少有人提，那些笑容背后是无数企业家在失去自我之后的空洞目光。今天的马云事件与当年的剧本竟然相似，先是以规范之名放大监管压力，再用安全之由
引入国资，最终无实际控制人成为合法外壳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接管的不只是工厂、商号，而是数字时代的金融血脉。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，而是一种模式的试运行。今天是马云，明天可能是任何一个在人工智能、半导体、新能源领域做大的民企创始人。在国进民退的框架下，民企的角色被重新定义。你可以创新，但创新必须能被国家控制；你可以盈利，但利润要让国家满意；你可以存在，但不能左右舆论，更不能聚拢资源形成山头。正如一位企业家私下所说，在中国做生意不是跟市场竞争，而是跟不确定性竞争。这种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民企的投资意愿崩塌。中国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%以上的税收，60%以上的 GDP，80% 以上的城镇就业。但当企业家看不到长期安全预期时，他们不会去冒险投资，只会收缩战线，保现金流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7月最新报告警告，中国的民间投资率在过去3年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，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的最大降幅。与此同时，资本外流加速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8.4%， 其中相当部分是企业家把资金转移到新加坡、迪拜、悉尼等避风港。这意味着马云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，而是民营经济信心危机的放大镜。当年马云说，如果政府需要，我可以把支付宝送给国家。今天他做到了，只是这份觉悟换来的不是掌声，而是更多老板的沉默。有人说这是一种大局观，也有人说这是一种不被允许拒绝的顺从。在那个老照片的场景里，资本家们笑得很真，因为摄影师说，笑一笑，大家会记住你配合的样子。69年后，照片换了主角，但笑容背后的无力感一模一样。马云的故事会被写进中国的经济史，也会成为未来企业家的警示牌。在这里，企业的终极宿命不是上市，不是100年基业，而是被接管。